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吉利银河 TT， 吉利银河带来的 C 级纯電轎車。先迅速幫大家梳理幾個重點啊。首先，這輛車有單電機後置後驅，有雙電機四驅，同時它標配了全鋁前雙叉臂以及後無連桿的懸架，是不是可以通過這幾個關鍵詞可以迅速 get 到這輛車的性格了？那朋友們，吉利銀河 TT， 我們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银河 TT 它是一個非常標準的532的運動型的轎車，4999的車長，2920的軸距，它整個低趴的這個姿態，其實你看到實車之後，你會發現還挺明顯的，尤其是在車頭鼻子這個位置，有一個很明顯的向下壓的姿態。我覺得說整個的視覺效果上其實還是挺好看的。同時呢，這次銀河 TT 也是整個銀河家族帶來的車身顏色最多的車型，帶來了8款車身顏色。然後我看了一圈，我個人是比較推薦那個晴武藍的車身配色，因為它整個的飽和度會調得比較的適中，而且呢會把整個車身線條勾勒的會更加的明顯一些。OK， 那麼既然是純電的轎車，也是有市面上非常流行的這個前備箱的功能，它也支持敲一敲開啟的。這一次呢，吉利銀河 TT 它是帶來了110升的前備箱的這個容積，所以正常你比如說日常通勤使用的這些小的零碎的行李都可以放在這邊，包括說裡面的掛鈎啊、清洗的功能也都是支持的。接着咱們來到側邊，這次呢，吉利銀河 TT 它是提供了3款輪毂樣式的選擇。咱們現在看到它是一個19寸的雙五幅的輪毂，中間還會有黃色的卡鉗，這是一個高配版本的輪毂。當然，它還有一個19寸的低風阻的輪毂，以及18寸的10幅式的星芒的輪毂可以選擇。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說，這個大尺寸一些的輪毂再匹配上這個卡鉗，會讓這輛車在側面看過去更加的眼前一亮，不是嗎？接着咱們再來看車尾，你現在看到這個星鑽銀河尾燈，真心是還挺漂亮的。它裡面除了有108顆 LED 光源之外呢，它還有上千個這種雷雕的工藝，所以呈現出來這種漫天銀河的效果，就跟它的這個品牌形象給完全呼應住了。然後你們注意到了嗎？這次銀河 TT 還帶來了一個3檔電動可調的尾翼，最大22.5度的一個角度。那比如說，在你車輛行駛7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它會往上調節1檔；在10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再往上調節1檔。其實我個人覺得說，這種電動可調的尾翼，在這種定位在運動型的轎車裡面，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很點睛之筆的一個呈現。接着咱們來看一下後備箱，打開啊。就是沒有像大家想象當中的大掀背的尾門，這一點我個人也是覺得有那麼一點可惜的。但是在整個的實用性的容積上，上面475升，然後下面還有一個53升的下沉容積，對於你日常使用來說，其實也是夠用了。畢竟這輛車還有一個110升的前備箱嘛。接着咱們來看一下內飾，其實掃一眼整個內飾的布局，你會發現說，類似於這樣的設計，這個市面上已經不少見了。但是呢，有幾個細節值得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說方向盤上的這個紅圈的一鍵 Boost 的按鍵，它是一個比較提供情緒價值的按鍵啊，它是可以一鍵去觸發3200牛米的輪端扭矩之外呢，它也是可以跟尾翼去相聯動的，也比較符合這輛車想傳達給你的很運動純電轎車的一個形態。同時呢，前方的這個儀表屏，它和市面上很多的儀表屏可能不是很雷同，它是一個類似於膠囊的形狀，上下是平的，然後兩邊帶弧度的這樣一個膠囊屏。然後來到中控這邊，除了有一塊大的中控屏之外呢，還有一個細節，就是這次銀河 TT 它也有了一個更加立體的語音助手的形象在這邊了，叫 EVA， 所以你平時可以跟它無縫銜接的進行交流之外，你比如說你在聽歌的時候，它也會有一些表情上面的互動，這也是當下年輕人非常需要的一個小的配置。
除此之外呢，在方向盘的前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拓展口，以及车内有8个磁吸点，这也是当下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这种小配置啊。你可以磁吸一些纸巾盒啊，或者说后期的一些小的配件啊这些。那同时，这次银河 TT 在车内给我们布局了非常多的储物空间，除了我们看到日常的这种基礎的储物空间之外，下方的这个延展，以及说副驾前方的这個手套箱，它是一個抽屜式的手套箱，你拉出來之後也比較方便你去拿取一些東西。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二排的空間表現啊，其實2920的軸距，大家是可以預想到整個二排的腿部空間還是表現不錯的。現在是把前排的座椅調到了 B 柱靠後的位置，我的腿部依舊是有大概接近3拳的一個腿部空間，這個表現是不是還可以？但是呢，因為銀河 TT 它是一個溜背的車身，又比較壓車身的姿態，所以在整個頭部空間上就不會來得非常寬敞了。我一個169的身高，大概還有1拳多一些這樣的頭部空間。那剛才其實也提到，銀河 TT 在車內提供了非常多的儲物空間，那二排也一樣沒少啊。除了有一個冰箱之外，在二排座椅的下方，它有一個隱藏式的抽屜，所以你可以放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你擔心裸露在外面的東西放在這個位置。同時，二排它甚至還給你提供了小主板，幾乎是應有盡有了。其實我們今天看完這輛銀河 TT， 你會發現它是一輛很強調運動和操控性的一輛純電轎車。同時呢，剛才也提到了，它全系都標配了全鋁的前雙叉臂，以及後5連桿的懸架，甚至說液壓襯套也都是全系標配的，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誠意的配置。那麼在大家非常關注的續航方面，這次銀河 TT 它也會提供52度、63度以及75度的寧德時代磷酸鐵鋰電池，最大的續航里程可以來到750公里，以及說腦袋頂上這顆激光雷達，後期也是可以選擇 H5 或者 H7的千里浩瀚的智能駕駛解決方案的。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這個市面上已經不缺這種主打操控、主打運動的純電轎車了。那你們覺得說這輛銀河 TT 的出現會有足夠多的競爭力嗎？